1978年可以話係成龍嘅豐收年，亦係佢人生一個轉捩點。呢一年佢一共有5部作品，當中2部更令佢聲名大噪，成為世界經典。歡迎收聽偉神的5分鐘電影觀察。大家好，我係偉神。今次想同大家觀察嘅係1978年成龍上映嘅5部戲，分析佢哋嘅內涵同對成龍往後嘅影響，希望大家鍾意。故事先要由李小龍嘅死講起。1973年7月20日晚上，李小龍喺影星丁佩屋企暴斃，享年32歲。事件震驚全球，為佢當時剛大起嘅時裝功夫片業帶嚟嚴重打擊。電影公司各出奇謀，希望揾到李小龍接班人，可惜冇人做到。畫虎不成，反而出現咗好多翻版李小龍。往後幾年係香港功夫片嘅低潮。李小龍大紅嘅時候，成龍已經係行入面嘅龍虎武師同埋武術指導，不過當時佢仲未叫成龍，而係叫陳元龍。李小龍死後3年，1976年，拍過《唐山大兄》《精武門》嘅大導演羅維睇中成龍嘅身手，有意將佢打造成新一代嘅武打巨星，於是簽咗佢，並賜佢成龍呢個名。呢個名一方面係取望子成龍之意，另一方面羅維亦希望成龍能夠繼承李小龍喺佢手上發光發熱，不過呢個願望初期並不如意。兩人首部作品叫《新精武門》，意圖明顯，可惜邯鄲學步。之後佢哋嘗試走返江湖武俠片嘅舊套路，拍咗《風雨雙流星》、《少林木人巷》同埋《劍花煙雨江南》，但都唔成功。呢個時候，另一個製作人吳思遠希望借成龍去拍佢嘅一部戲，得到羅維嘅同意。呢部借嚟嘅作品就係後來享譽國際嘅《蛇形刁手》。先比較一下票房成績，當年成龍主演嘅5套戲，按上映時序分別係《蛇形刁手》、《蛇鶴八部》、《飛渡捲雲山》、《醉拳》同埋《拳精》。翻查資料，成績最好嘅係《醉拳》，收670幾萬。第2名《蛇形刁手》同第3名《拳精》分別收200萬尾同200萬頭，而包尾嘅《飛渡捲雲山》同埋《蛇鶴八部》各收70幾同60幾萬。最好嘅同最差嘅比，票房足足相差10倍有多。而講到喺世界嘅影響力，《醉拳》同埋《蛇形刁手》更加係後者望塵莫及。先唔講成就，幾部作品其實都有好多共通點。角色嘅造型相似，故事嘅時代相似，部分選角相似，連橋段都好多大同小異。蛇形刁手講一個小子救咗位高人，得佢傳授蛇形拳，之後小子自創蛇形刁手，幫師傅擊退宿敵。醉拳講少年黃飛鴻因為頑劣被送去跟蘇乞兒學藝，學成醉拳之後幫父親擊退殺手，仲喺陣上自創新招。兩個故事骨幹如出一轍，連選角都一樣。袁小田係師傅，成龍係徒弟，最終 boss 都係留住二撇雞嘅黃正利。蛇鶴八部開始嘅時候，江湖8大掌門離奇失蹤，而集結咗佢哋功夫精華嘅拳譜亦都不翼而飛。拳精入面，少林寺收埋咗一套絕世狠辣嘅拳譜七殺拳，拳譜喺故事開始嘅時候亦俾人偷咗。而家諗翻，喺同一年入面，居然有咁多類似嘅戲，而且都係由成龍主演，都咪話唔過分。講下班底，《醉拳》同埋《蛇形刁手》係由吳思遠編劇同監製，袁和平導演同埋擔任武術指導。兩套戲都喺香港拍攝，係袁和平執導嘅處女作。《拳精》、《飛渡捲雲山》同埋《蛇鶴八部》專程去到台灣、南韓拍攝，3部戲都係由羅維嘅公司製作。佢自己出任監製，由化名陳元龍嘅成龍做武術指導。點解吳袁嘅戲會比羅維另外3部成功咁多呢？我用幾個層面同大家講下。
蛇形刁手最為人津津樂道嘅，莫過於佢嘅動作設計。喺佢之前嘅功夫片，動作場面以傳統中國功夫做基礎，講求招式分明，展現到拳套嘅美態同埋師傅嘅功架。蛇形刁手同埋醉拳跳出呢個框框，唔講求實戰，而係更注重表演。設計動作嘅時候，將京劇嘅元素加入，令打鬥方式煥然一新，開創出諧趣功夫片呢個新類型。諧趣功夫片嘅特質係主角打鬥嘅時候，往往唔係諗住贏，反而係怕死，所以盡量都唔同對手過招，而係左閃右避。如果主角功夫比人高，佢就會賣弄花巧，呢種一係談笑用兵，一係險過剃頭嘅表演，睇到觀眾又緊張又覺得好笑。諧趣功夫片喺片種上面只算係小類型，更大嘅分類係動作喜劇，而動作喜劇就好似世界語言，唔使學都睇得明。蛇形刁手同埋醉拳故事簡單直接，打鬥同練功過程充滿趣味，令佢哋更容易推廣向外地。相反，另外嘅三套無論係故事定係打鬥場面，仲停留喺傳統武俠世界嘅江湖恩怨、私報公仇，觀眾難免厭倦。其實拳精係有嘗試突破嘅，戲入面加入咗靈異元素，成龍飾演嘅少林弟子向幽靈拜師，學習五形拳，過程引發唔少笑料。不過因為幽靈之說演繹無稽，達唔到想要嘅喜劇效果。有一點可能冇乜人為意，但我懷疑都可能影響到票房，就係語言。資料顯示，蛇形刁手同埋醉拳上映嘅時候都係粵語版本，而蛇鶴八部同埋拳精就係國語版本。60、70年代嘅香港，粵語片同埋國語片嘅興衰輪流更替，有時粵語片佔優，有時就係國語片。但自70年代中期許氏兄弟出現，粵語片開始長期壓過國語片，逐漸將國語片淘汰。1978年正係呢個轉變嘅高峰期，如果因為咁影響到票房，都唔係話冇可能。蛇形刁手同醉拳嘅成功造就咗成龍，但同時令佢同羅維決裂。決裂嘅起因源於大片廠嘉禾睇中成龍嘅潛力，向佢伸出橄欖枝。兩間電影公司一齊爭成龍，成龍自己都好矛盾。拉鋸1年之後，成龍終於離開咗羅維，去咗嘉禾。喺1980年拍咗《師弟出馬》，而羅維就告成龍毀約，雙方打起官司。關於嗰幾年搶人才嘅事件，坊間流傳住唔同嘅講法。以成龍自己嘅講法，係嘉禾最初先寫咗一張100萬嘅支票，利誘當時只有3000蚊一個月嘅佢。成龍最後冇要到張支票，但後來佢同嘉禾合作嘅第一部戲，自己就收咗400幾萬。至於佢同羅維對簿公堂，流傳得最廣嘅係羅維私自篡改合約，將賠償由10萬改到1000萬，又揾黑社會恐嚇成龍，要影星王羽出面擺平。不過無論點，最終羅維都係敗訴，而成龍亦冇返去佢身邊。成龍由羅維一手發掘，兩人關係匪淺，成龍尊稱羅維做阿爸，兩人最終因財失義，實在可惜。過渡去嘉禾拍《師弟出馬》期間，成龍繼續有幫羅維拍戲。嗰一年，成龍有4部作品，基本上係完全重複蛇形刁手嘅路線。不過呢個時候，成龍已經自己做返武術指導，開始探索自己嘅風格。1980年，佢喺荷里活短暫發展返嚟，風格逐步改變，終於慢慢擺脫咗民初功夫片嘅基調，創造出港產動作片嘅元素。羅維提攜成龍，但成龍冇喺佢手上發光發熱。繼失去李小龍之後，羅維又失去咗成龍。踏入80年代，羅維卸下導演嘅崗位，專注做監製，培養咗曾志偉做導演。可惜呢個時期嘅佢作品已經星光欠奉，即使拍同類嘅題材，亦及唔上嘉禾星光熠熠。加上新藝城嘅興起，喺新嘅電影浪潮下，終於令佢慢慢淡出影視圈。
為咗做呢兩集 podcast，我翻查咗好多舊資料，對嗰個年代嘅港產片又加深咗認識。嗰幾年係港產片重要嘅轉型期，由冇咗李小龍嘅迷失，發展到80年代成為東方荷里活，中間經歷咗好多轉變。第日有機會再慢慢同大家分享。我係偉神，呢個係一個以電影觀察生活嘅節目。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次再見。